所以我們來期待一下狼隊打到這種戰鬥手的隊伍的時候，又會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方式呢？第一小我覺得話，藍色方式呈現狼隊，紅色方式 WST 啊，這個馬超搬的真不客氣，給足了尊重啊！因為確實百煉的這個馬超太亮眼了，他的分區傷害能打到9000多啊！這個馬超你想想，恐怖如斯。又搬了一手元辅，是想拿鲁班纳什這一套，因為 WST 也是非常喜歡拿狄仁杰加元輔去打魯班纳什的队伍。那 WST 把鲁班纳什送上了班位，放出了盾山，因为外边有钟馗啊。如果他们自信的话，钟馗、苏烈这两个辅助对位盾山都能打。哎，狼队没有接，跟我們今天有一場看到了也是啊，盾山放出來，我先拿戈亞。你如果接了盾山艾琳的話，我後續也有招能出。對的。這就是藍色方的好處，你可以化被動為主動。WST 也不要。蘇烈。對孫權正面的強度。如果出的直接出吃叉了。我吃叉，先要試試。那如果是發一路吃叉的話，這個陣容就很容易做成那種五突進的陣容。沒錯。那狼隊先拿了一手張飛啊，做反拆的一個能力。張飛戈亞經典組合，看中路了，中路要不要來個武則天之類的？常規就是個武則天。奉我為主。因為這手如果出了武則天，還可以變相的防一下，萬一對面又選了一個關羽這樣的英雄，他也可以做拆。沒錯。這 WST 這個3樓選擇有很多，包括我們自己看到的哪吒。如果自信的話也可以選，但哪吒這個英雄對於百煉而言，他這個賽季還沒玩過。對，他玩的相對比較少一些，還是先選了沈夢溪。他們非常喜歡給陳歡拿高位的沈夢溪。這沈夢溪就是前期出節奏、出優勢用的。如果拖到了後邊，張飛的裝備也起來了，他每波二技能都盯着你的大招，那你的消耗手段就會變得比較難受了。不過這把的話，看一下狼隊接下來會去搬對面的對抗還是打野了，因為大概率 WC 是個雙邊的陣容嘛。如果怕對面節奏快的話，可以搬老虎，因為老虎配雙邊還是不錯的一個選擇搭配。沒錯，老虎也是一個偏刷子型的英雄。先搬了一手哪吒，保了一下戈亞的環境，然後 WST 這邊是開始搬了一些前排坦野打私密遠坦。他如果是3班再搶一個，那確實會有效的封鎖婉婉這邊前期比較強勢的打野，可能就會被逼的去選一個戰士野了。但這把保底會有一個凱啊，就看 WST 這個最後一班夏侯惇，還是說搬夢琪，一個有戰鬥能力、輸出還不錯的坦野。狼隊這邊的選擇是就搬那種比較容易切到射手的英雄，而且也確實給到百煉很高的一個尊重，把他的劍也處理掉了。百煉他玩到野河的時候 ，WST 的隊伍節奏會明顯的更加有條理一些。是的，狼隊最後一班沒有搬野河了，搬了個關羽。剛剛我們有提到的這個點。如果講究團戰的切入能力的話，安嵐這把還有像夏洛特、曹操這樣的英雄。或者他可以等到最後，去選一個能 counter 到青青的英雄。先把打野出了，先出凱了，凱他們自己拿了，真的是3班搶一個，但是給對面留了個夏侯惇啊。夏侯惇打凱的話，我個人感覺軍事情況之下，夏侯惇還是有優勢的。但是婉婉也不一定就這麼出。不過。還有個呂布在外面，有可能嗎？這把他拿呂布的話，上路會成為一個薄弱點。WST 還有一個 counter 位，這個他要考慮一下了。狼隊現在也是稍微有一些糾結，在考慮自己的上野搭配究竟要組什麼樣的風格。羋月，那就是這把狼隊要去開始玩帶線了。對，那打野位的話就是夏侯惇了。撐前排的一個強度，這把狼隊是一個經典的4-1的這個陣容啊。因為 WST 在正面拿得很強，蘇烈加凱的這種雙前排在前期的壓制力太強了，加上沈夢溪也很強。然後 WST 打這個羋月的話，要看安嵐自己的英雄，其實夏洛特也能打，他得要一個也同樣能處理邊線節奏的英雄，要麼就是硬拿司空震。
這把司空震感觉也還行，也可以带传送啊，还是拿下，还是拿了夏洛特。夏洛特其實稍微過渡一下，在对線上還是能打的。其實打芈月不能是一個人跟他單挑，你不好處理他，只能是通過團隊協奏的這種方式去抓他，去限制他拿資源。比如說開局蘇烈就可以選擇上去幫忙，幫這個夏洛特去壓一下芈月的線，讓夏洛特先升2級，然後幫沈梦溪搶完中線之後再也往上轉，然後3個人一起去控對面的那個赤甲。这把 WST 的開局布置確實可以考慮游走的一個邊開，然後利用自己前期的一個線權能力去多幫一下發育路過渡，多幫一下夏洛特這邊過渡一下。然後狼隊這一套陣容的話，同樣芈月這個英雄拿出來了以後，就是要產生一定的線優的。然後他們這一套的話，又是一個經典的4-1，他們在中期的節奏是比較重要的，要盡可能的。在正面的這4個人呢，把強度撐住，不要讓 WST 把這個團戰開起來，然後讓金星的這個芈月去把單線處理好，不斷的去拉扯牽制 WST 的陣型。是的，那狼隊這套陣容也是一個雙前排嘛，這把就是雙前排打雙前排，那就看後排的輸出量了。這把道仔戈亞的發育很重要，還有就是這個紅 buff，WST 一定會想盡一切的辦法，先把下塔推了，然後打進野區，不讓道仔拿這個紅 buff。這樣一來，戈亞本身在打到凱開大的時候，基本上是沒什麼傷害的。那就意味着狼隊其實正面真的沒有什麼火力了。就凱如果能把對面這個紅 buff 給限制死，這局他的對局環境將會非常非常的優渥。所以看到百煉這邊的話呢，也是在積極的進行一個溝通啊。這把的話，其實打野的對抗是今天這場比賽我覺得會非常好看的一件事情，因為百煉的話，他上場之後，他的一些野合的刷野的思路，然後包括他對於後排的一些威脅性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這個野合是承擔開團作用，這個其實是比較少見的。他的一個參戰開團次數目前在打野位置排在第2，那就說明他每次。他是個先手的點，對，他找到機會了之後，他習慣性的站在最前面，先手去打了對面的傷害。對的。那這波團戰一旦產生了擊殺，判定就是他開的這波團。對的，所以這個也是在野合位置上面相對比較少見的一種先手的數據。而在婉婉這邊的話，他在今年一整年一直以來一直保持着高數據的。就是他的場均刷野數，目前也在打野位置的第1。婉婉他對於野區的思路以及他自己的一個規劃，這一把的話打野的這個對抗上面的話，確實會比較的有趣。這把婉婉真的是這個陣容的最堅實的後盾啊，他必須得頂得住前期的壓力。他是一個支撐點，然後把更多的經濟和資源傾斜給道仔的戈亞，這樣他在中期的時候才能夠。圍繞着他打出一定的傷害量，或者是傾斜給芈月，讓芈月這邊過得很舒服的情況之下，用芈月去牽制到對面的，注意牽制到對面的野區，那自己家的野區相對的可能就保住了。而 WST 的話，再一次碰到了這種4-1分帶的陣容，在這一次他們能不能夠更好的協調自己的正面和邊線的能力去對抗到重慶狼隊呢？進入到雙方的這一小局比賽，藍色方重慶狼隊，紅色方 WST， 我是解說一選，我是解說瀟灑。在這個開局的布置上面的話 ，WST 它也是一個邊開，同樣狼隊這邊也是一個預判，所以張飛也是個邊開。輔助對位對上了，兩邊的對抗路都上2級了，但芈月開啟了狂暴，一技能回拉，因為沈夢溪過來了，而自己家的武則天選擇了先幫發育路。那這個赤甲對於青青來講拿不到了，同時那個空間之靈應該也是拿不到。這也是前面我們有聊過的，打芈月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要團隊協作去讓芈月控不到周邊的資源，壓低他的經濟，沒錯，打壓他的發育。給到了青青芈月的第1視角，這也是今年青青的第2把。對，青青今年玩芈月玩的次數還是比較少的，其實今年芈月出場率算挺高的了。两邊都差不多，比較鏡像的快速過癮。都在往下靠。
不过中線的話是狼隊這邊先截到，所以他們也是先掌控住了下半圖的一個視野。看等級上的話是戈亞領先了吃叉，兩邊輔助都不在，但是子焕的武則天開局是選擇了幫發一個。躲好，別探頭，讓你荒野。大招死當，一技能2段也拍起來，先就激活你的鎧秒掉了，婉婉第一滴血到手。我說句實話，這百煉真沒想到自己被秒了，大招被控的開不出來。本來兩邊就是借着這波中線互相交技能摩擦一波，是的。但狼隊是直接要完成擊殺，拿到了1血。他是沒想到武則天加上夏侯惇前期能有這麼高的傷害，其實就是控制太足了。這波也是大仇推到，然後婉婉這邊把藍 buff 反掉再出來，那這樣狼隊先行打開了第一波的節奏啊。上路的話看到這個張飛應該是交了一個大招想打一下，下路的話蒙元閃現再追過去單殺。這波蒙元的單殺很長士氣啊，因為己方剛丟掉1血，他自己就來了一波個人節奏，而且道仔這波戈亞的閃現也沒了。沒錯。而且蒙元他現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單殺數是在 Fire Reach 的第一的，很敢找機會的一名射手啊。沒錯，但是今天這一上來第一局4分鐘不到就完成了 Fire Reach 的一個單殺，可以看到蒙元今天的這個狀態是非常好的。可能想到了24年當年他們作為全國大賽隊伍來對陣到 KPL 戰隊的狼隊時候那場比賽啊，因為相較於那場比賽，兩支隊伍的首發只有發一路沒有變化。是的，Fire Reach 也是時隔2年的再次交手。戈亞想要卡一波吃叉，回塔下吃線，但發現頂不住吃叉的爆發。就他還沒有動手就已經被蒙元打先手了。這是吃叉為什麼在發一路這麼熱門的一個原因啊！他打到大多數射手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單挑的優勢。沒錯。防禦塔護盾消失。看一下這條龍，兩邊都不想放。張飛是有大的，是的，蘇烈這邊已經拍完了，守護系大招已經砸完了，這邊武則天大招給了一個非常好的控制，控到了對面4個的時候，幸災進去給了一波控制，對面蘇烈被都沒打出來，直接就被對面給秒掉了，同時百變也有點難受，婉婉這邊直接追了上去，戈亞再做一個追點，凱這個位置是拉扯開了，但是暴君的話狼隊是拿到手，而且狼隊要再次擠進藍區把這個藍也控下來。這個控藍 buff 的節奏被延續到了，而且剛才那波百煉的凱逃跑也是用1技能回了波血加了波速。現在打野的對位經濟已經產生了800的一個經濟差，感覺這把 WST 的野區已經小裂開了。下路這個塔沈夢溪也沒技能，狀態也不好，守不了了。看到實時預測上面22位嘉賓看好了重慶狼隊，僅有1人看好了 WST。WST 想推上塔，4個人。紅 buff 給到了吃叉，點了發起進攻，但是這裡有個夏侯惇。擊飛，然後蘇烈大招也擊飛，但是夏侯惇塔下一個1技能2段給扛住了。我說句實話，這兩個人真能在塔下打4個，沒有特別高爆發的話，殺不了這兩個人。那這樣在節奏上面的話，狼隊就可以賺一下速率。他的中線可以先過，並且在4到10分鐘這個時間階段，塔下仍舊是有10的減傷的，而且每多一個人也會多一些減傷。沒錯。張飛這個視野開得非常的乾淨，側面吃叉碰到了對面那手芈月，但是芈月是留了一個大招的，完全不怕，1技能甚至位移過去了，還可以再追一下。吃叉開大招打爆發的時候被芈月2技能練到了，沒錯，攻擊力被抽了。這樣一來，這個經濟差，狼隊要從藍區開始撕開口子。下路他帶線過深，要被抓了。夏侯惇來了，踩過去，但是一波大閃找到了後方的一個戈亞，戈亞趕緊是1技能往後拉扯了一段，然後回頭再飄一下，安藍倒了。然後青青的芈月已經進到了藍 buff 了，提前過來。張飛這邊也是一個有大招的情況，大招直接吼，把這個藍 buff 搶了。是的。蘇烈有點想開，大招拍到了張飛，但是他剛進來又被夏侯惇給卡了。婉婉這個控制技能是捏得真好啊！對啊，他夏侯惇大招技能精準度拿捏得非常到位。他都是這種1技能2段和大招的小控制，斷掉了 WC 第一波衝進來的那個節奏。蒙元主要是看自己家的蘇烈舉了個大招，對吧？準備打，但是蘇烈那個大招是被張飛1技能給觸發了。
這波紅再反掉，现在婉婉能扛能打5200的一个经济了。他确实能顶得住啊。那我们 BP 的时候也说到，这把只要婉婉的这个夏侯惇足够的硬，其實 WST 的中期節奏就會被無限置緩。起碼你碰不到我的野區，你碰不到我野區，反而是夏侯惇一直在反凱的野區。現在夏侯惇已經有優勢，打這個凱是隨便打的。戈亞現在吃的也非常舒服啊，戈亞對位經濟也是領先的。Blue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有優勢的夏侯惇近戰克星。除非你能把他控的開不出技能，用不了普攻，無法靠被動回血。但因為 WST 現在正面的爆發量不太夠做到這樣的事情。又來了，開始正方形刷野了，先刷對面藍，再刷對面的紅，延續進攻，再鎖上來，鎖到了沈夢溪，一下子把沈夢溪的閃現鎖出來了。感覺現在前排的質量是完全不同的。WST 想改變這種情況，正面要麼就得來波印，要麼就去趁對面反 buff 的時候瘋狂帶另外一條路的線。但狼隊這波是想先打中一塔，再進紅 buff， 打得比較堅決。看一下這波紅區，其實 WST 可以選擇直接不守這個紅區了，吃叉也在下半圖。對，放了。守的話難免會有碰撞。對的。但其實現在這個經濟差4000塊了，已經有點多了。正面的強度碰撞起來不太能夠打得過。接下來 WST 想要把這局的局面翻一些的話，必須要靠一些選手的靈性操作。其實他們在打那種陣地戰的時候，吃叉加上夏洛特的進場是有機會去殺掉戈亞的。但如果張飛有大招，就不好辦了。對。還有，而且你看新的招人技能，一個治療，一個救主，一個盾，還有一口奶，就是要保住。想去拿這個主宰，但是羋月開了一個大招拖時間，蘇烈這波大招拍的還是非常不錯的，隊友直接跟上了一手集火，把羋月給秒掉。但下方的一個位置看到狼隊拿完了暴君，還是想追的。戈亞身上帶着一個紅 buff， 點兩下就點蘇烈，蘇烈是一個殘血，先往後走了。草裡面吃下藏住，但是沒有什麼進場的機會。對，道仔留了個心眼兒，在張飛沒有把那個草叢視野打開之前，他又往後退了退，比較小心。那剛才這波就是屬於輕輕大意了，因為自己家的人在開暴君，這是小暴君嘛 ，WST 想換個主宰，他不允許，過去看了一眼，直接就被 WST 給強留了。主要 WST 確實剛剛是打得很堅決的。蘇烈不惜交大閃上去留人。對。來看一下10分鐘要到了。這波夏洛特是在找夾位的。哎，吃叉這裡碰到了戈亞，戈亞這個位置先得走一下。但吃叉自己的狀態也很低。我吃叉也沒有大招了。戈亞可以回塔下吃個血包，狀態就能回上來了。夏洛特繞後的位置被羋月給發現了。吃叉在拿紅 ，WCT 這面是人數不太夠的。道仔這邊帶着一個紅，先打正面的前排，壓蘇烈的狀態，大招再一蓋，蘇烈又被打到了一個殘血，而沈夢溪狀態也被壓低了，一個戈亞打掉了對面2個戰鬥力。同時的話，和蒙元再進行了一波互拼。見好就收，這不就是戈亞一直上前兇，身後站了，旁邊站了個張飛。張飛大招吼到2個，配上武則天的一個大招，再進場兵甲再一給，感覺凱完全沒有任何的還手能力，被控死了。狼隊這套張飛加戈亞玩得太好了，是的。道仔的戈亞也是知道這個兇的分寸，他知道你不敢還手，他就追着你猛打。我旁邊反正站的有張飛，我身上有閃現。然後當 WST 的注意力被戈亞所吸引了以後，信那個位置溜到了藍區那個小草當中，也是非常靈性。然後隊友那邊開完樓，看到誰直接開大留人，就很連貫他們這個站位，就這種換位的節奏啊。蘇烈有點吃不住啊，這個傷害。吃叉一套打上去大招，但是打在了對面的一個張飛上，蘇烈這一頂到了對面3個人。同時的話，凱這邊也進來，但是感覺傷害量不太夠。武則天一個大招反攻4個，下頭直接鎖了進去，無堅不摧到手了，一記大招再拍起來，到再補上傷害，凱也倒。是把子換的武則天已經打出2波關鍵群控乘4了。這個反手太猛了，本身是蘇烈找着了一波機會，二技能頂牆頂了3個，接兵甲控了3個。但就是打不掉人，經濟差太多了。這波張飛是有大招的感覺，狼隊是想嘗試打終結。
蘇烈一個大招拍得不錯，但是沒有傷害，只能拖一些時間。夏洛特趁機繞到了一個後方，把這個兵線想要卡一下，但是沒有能夠卡住自己的千萬兵打出來以後，青這邊反而是拿了手2連击爆回頭，再頂到了對面那手吃叉兵線進去點掉10金，讓我們恭喜重慶狼隊。這把打得太流暢了，從中路的3v3的對抗上，搶線的過程當中，通過消耗狀態的方式，哎，發現了有一個機會去殺對面的打野，對的，從此撕開了一個缺口，一直在控 WST 的藍 buff。就是狼隊他在這種2-2對抗或者是3-3對抗的時候，他的一些小技能的銜接，只能說錯落有致。就他没有說我要強行的完成什麼樣的 combo 鏈。張飛開的時候，那武則天就留作反手；我夏侯惇的一些技能，我又可以留作盯你進場的人，所以他小技能的利用率就變得很高了。我們也是來聽一下評論席的看法。好，我们也是恭喜重庆狼队先拿1分，确實是打得太流暢了。就是兩邊現在都喜歡做這種雙前排的陣容，但是打起來就感覺好像重慶狼隊要更硬一點。就他們配合得很好吧？你只要死一波，你就等着老實吧。而且你會發現婉婉啊，他的這個夏侯惇有的時候不一定是衝過去開團的，他可能去打銜接的這個控制也打得很多，甚至還有打收割的情況出現了。有的，因為他這一把就是仗着夏侯惇這個強度，跟張飛前期給他套盾，然後在中路找了一波機會之後，順勢又進到你的野區，然後他的目的也很明確，拿到藍就直接走，也不會留戀。通過這種方法經濟刷起來了。對，然後到了後面，其實狼隊的每一波資源團他都在游。因為每次拼團細節的時候，狼隊都處理得更好。我們看到狼隊的中期其實不掉點，但除了羋月的那一波，那波確實是多看了一眼，因為隊友在另外半途做事，多看了一眼爆炸了。但還好影響不大。包括下路道仔其實有一個出現了一個激進的一個選擇。對，沒有想到他那個位置，我看了回放，我說是難道是想要去爭奪資源嗎？其實不是的，他是主動想去幹人了。他也看了一眼，但是實際上打赤叉還是難度太大了。戈雅這個英雄，那打到後面的話，感覺到開始狠狠撕咬了。是，大家經濟整體也就上來了。但我就覺得 WST 還是得秉承的這種戰鬥爽，或者找到機會你該開還是得開。因為我就怕這第一把你跟狼隊的對抗打不過之後，你第二局會不敢打。對，你後面其實還是得打。像這把的話，其實你是前面就是你首先掉點了一波之後，你野區的話該打還是得打，就下一把也是，就不能慫。你们覺得這一把打下來 WST 跟上一場比賽的印象裡有一些轉變嗎？太有了。這把也是敢抓機會，而且也會頻繁的就是3-4個人抱團去想要嘗試開團。你像下路高地，也就是在2塔那附近那一波，蘇烈不是控了3個，所有的控制都已經給到滿了，大招、2技能、兵甲，但是缺傷害，因為經濟問題嘛。但是你看他們還是敢打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走勢圖啊，一路領先過來了。並且對於重慶狼隊來講呢，每一次中立資源打完，我就小優一點點，那優的這個優勢滾成了經濟，在下一波團戰裡面繼續建立優勢。對，他的龍利用率還是很高，就是會頻繁的去進到 WST 的野區，再持續的滾資源。對，青青這個羋月呢，他其實會在自己的單帶和參團方面有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現在需要優化一下，就是那唯一的那一波。是的。另外就是看到在兩個這個城牆英雄在一起碰撞的時候，感覺婉婉更有心得一些。婉婉這把特別肉，而且他大招釋放的時機也都把握得很準。早點對於婉婉今天這把評價怎麼樣？夯爆了啊，夯爆了。對他其實，他首先就是銜接控制嘛，然後我就那種4分鐘龍團，我看了一下，他也不脫節，他就是我記得是 WST 不是在打龍團嗎？然後就是他們就是放龍，他們就一直打那個蘇烈，就讓蘇烈脫節，想辦法去拆對面的一個關鍵控制點。對，其實他們想得很清楚，就是龍可以給你，但是我把人不說打死吧，打殘，那你藍區的話，那我是不是就有機會進了？你就算進不了你藍區，那下一不是也有了嗎？所以是吃着碗裡還要看着鍋裡的哈，都得要。是本局的 IQ MVP 給到了婉婉的夏侯惇，也拿到了本賽季的自己的第一個 MVP。第一個。對，他拿第二個定妝照也不會變，很可愛啊！包括今天這場比賽的這個夏侯惇的表現，還是跟我們印象裡的他一樣的。還有就是這局子桓的控制銜接，實際配合的也都很好。就從這波開始，先打臉他們吧，蘇烈脫節了。主动找人，反身定住了。其實這種就是
他们其實本來想進藍區的，但是發現下路有個夏洛特，那他們就溝通好嘛，然後我們抓夏洛特，那我們藍區就自己看着拉扯嘛，先把夏洛特殺了再說。這樣的話，正面要打藍區的人要小心一點，對吧？提前要給隊友信號。這裡也是龍拿完的一瞬間接團，打了個地形團，這凱也出不去了。就是這波。這波其實張飛沒大，對，這應該是最有機會的一波了。對。這2技能2把張飛殺了，其實也能接受。但是他們這個回復能力太恐怖了，一個